Hello， 大家好，我是 Ro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这期我会分享我在日本念过语言学校还有别科的经验分享，并且分析两者的差异，希望能帮助到未来想要来日本留学的好朋友。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日本的职场、生活以及留学的经验。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影片最新的内容。好吧，那我们正式开始吧。首先，我是在日本东京工作第4年的社会人，那目前是在一家大手企业做海外业务的职务。那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有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来到日本的北海道念1个月左右的语言学校。那我在大学毕业以后，也有去报考日本的别科学程，并且成功的到京都的龙谷大学念了1年左右的日语课程。那先为各位解说一下什么是别科。别科它就是日本大学里面附设，特别给外国人学习日文的一个学程。那你可以去报考，比如说是1个学期，就是半年，或者是2个学期，1学年。那你可以把别科想象成就是我们台湾师范大学里面开放给外国人念的华语中心的感觉。那我因为经历过就是语言学校还有别科各一段时间，那就结论来说，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别科，它的效益是比语言学校还要高很多，不管就是在花费或者是日语进步的幅度来讲。那为何我会如此推荐的别科？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资源好。那犹如我刚刚所说的，别科它就是大学里面附设的一个学程。那简单来说，你就是那所大学的一个学生，所以该所大学能享受到的福利、资源、师资还有设备等等，你都可以享受得到。比如说像是健身馆、游泳池、图书馆，或是参加日本的社团啊，或是旁听其他学部的课程等等。那基本上，你也有那所大学的一个学生证，你就是那所大学的一个学生，所以那所大学日本人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师资、资源，你都可以享受得到。那第二点，认识新的日本朋友。那我们都知道，别科它是日本大学里面附设的一个算是科系嘛。那基本上除了别科以外的科系，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啊居多。那你可以透过学校举办的很多活动，比如说是 Christmas Party 啊、户外教学啊，或者是文化交流的活动，来去认识很多日本人。那你甚至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选修课，那或者是参加日本人的社团，来去认识各种形形色色的日本朋友。那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我参加的学校举办了很多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那也有参加学校的远足啊、户外教学等等，那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那这些时间里，我练习了很多日文，都是跟母语者进行大量的一个沟通，那真的很彻底的有帮助我把我的口语能力训练起来。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你要好好加强你的口语能力的话，那其实最有效益的方法还是大量的跟母语者去做一个练习，学习他们的发音啊、讲话方式等等。那如果你是愿意敞开心胸去认识新的日本朋友的人，那我觉得别科它有提供你这样的一个环境。第3点，师资专业。别科的老师几乎都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他们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以及考过考试才能在大学里面任教。那另外，别科的讲义也是经过10几位的老师，一起去编修啊，然后经年累月把学生的弱点给挑出来，所以他们相对能比较了解我们外国人不懂的地方在哪里。教学的专业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第4点，学费相对便宜。那别科1年，如果你是修2个学期的话，大概是50万日币的一个学费。那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1年50万怎么这么贵啊？但是请了解到，这50万是你每天上整天课下来哦，那外加享有学校的所有资源啊、师资啊、设备等等的一个成本。那我以前在北海道念语言学校的时候，1个月的学费大概是6万5日币。那如果去乘以12个月的话，大概1年就是要花80万左右。而且比较可惜的是，他那个时候还只有上半天的一个课程。那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这样相比之下，别科的 CP 值为何如此之高了。第5点，学生的素质相对比较好。为何我会说学生的素质相对比较好呢？因为以我念的京都龙谷大学来说的话，龙谷大学它是必须要先经过第1关书面的审核，还有就是电话面试，就是你要过这2关，你才有机会来日本去念别科。那往反的方向来讲的话，他们已经帮你先筛选过一些就是动机比较不纯啊，或是
只是想来日本玩啊，然后比较吊儿郎当类型的一些学生。那所以你身旁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已经有自己的一些目标，未来想要做的事，已经有梦想。那他们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来日本念1年的一个课程。那他们可能念完了以后想要是，比如说在当地就职啊，在日本找一份工作啊，或者是参加硕士班啊、博士班等等。所以你身旁的读书的氛围是跟语言学校非常的不一样的，大家都是怀抱着热忱，很努力的去参与课程，然后举手发问、做笔记，然后最后去勇于去做一个报告，等等。那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环境是比语言学校还要适合去增强你日文能力的。第6点，课程多元。好的，那这边先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当初念别科时的一个选修课程。那这些课程是你除了必修的听说读写以外，你另外可以加选的课程，就很像大学我们的选修课程一样。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是日本的宗教啊、历史文学啊、社会文化啊、经济经营等等。那如果你的日语程度还不够负担，能够去上完整的1堂课的话，它这边也有提供英文的选择。那这些英文课程基本上就和上面的日语课程是内容是差不多的，但是讲师是会用英文来去讲述1堂课程。那你如果是特别想要把 N1、N2 这些日语能力证照给考过的话，它这边也有提供特别的课程，比如说像是 N1 的课程、N2 的实践篇啊、基础篇等等。那另外也有特别加强汉字的一个强化课程。那你如果只是单纯就是想放松一下啊，想要学习一下日本文化的话，那它这边也有提供，就是比如说围棋的课程啊，教你怎么打围棋啊。那也有日本文化入门啊，这堂课就是专门让你去，比如说参观一些神社啊，老师会跟你讲解。那或者是让你去体验一下什么是茶道啊等等。那这些课程我都觉得算是非常的有帮助。好的，那分享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别科的 CP 值真的很高呢？那其实如果你只要愿意的话，你甚至可以把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如果你不想浪费你的学费的话，其实是有人这样子做的。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必修的课程听说读写已经算是有点硬了。那如果你选修课程再修太多的话，可能会有点吃不消，所以就因人而异啦，看你个人能力来去做决定。好的，那我分享了这么多别科的优点以后，那别科它有没有缺点呢？有，当然有。首先第一点，它需要书面审核。那就像我们大学的推甄入学一样，那你必须去提交你的书面，去让教授去决定说你有没有资格来日本，去成为别科生。那你必须好好准备你的书面资料啊，撰写你的动机、你的未来规划。那通过文字去展现你的热情，让教授来给你一个机会，来日本去念书。那它比较不会像是语言学校一样，就是你只要付了钱，就可以来上课了。所以它的报名程序上面会稍微比较复杂一些。那第2点，课堂上的人数稍微比较多。那别科它是基本上你入学了以后还要进行能力分班嘛。那我的建议是你尽量分到能力比较高的班，因为你在初阶的班还有中阶的班，它的人数都是比较多的。我的印象中大概都有15人左右。那我当初是比较幸运一点，我被分到了高阶的班，那所以每班大概只有6人左右，那算是比较能够有效的去跟老师做一个互动。第3点，课业压力比较大。那别科它是有所谓的期中考跟期末考的。那平常你在课堂上也需要做团体讨论啊，做报告啊，发表。那课堂结束以后，你也必须有回家作业需要去把它完成。那又加上，如果你选修的课又选了一拖拉骨的话，那其实你会过得很硬哦。对，那我相信会来选择来念别科人，其实多少心中是有做了觉悟的，就是这些人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来念别科，从别科中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对这些人来说，课程虽然不轻松，但反而别科是提供了这些人日语进步的很多机会。那我真的还蛮推荐，就是你好好准备书面资料来去报考别科，来日本扎扎实实的学习1年，把日语能力提升起来。那关于语言学校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提到别科的优缺点，你反着看，大概就是语言学校的感觉了。那我整理了一个比较表，你可以参考一下。那首先，别科是左边的部分，语言学校是右边的部分。那别科的优点我刚刚有提到，总共有6点。那缺点也是我刚刚有提到有3点。
那语言学校的部分，它的优点基本上第一点，时间的弹性比较高。因为它不像别科一样，基本上每天都是需要上整天的。那语言学校你可以依照你所花的钱来决定说你每天想要上半天啊，或是1节课啊，或是你需要上整天课等等。那它的弹性是比较好的。那第二点，它可以是小班制，就是你如果愿意特别去花钱的话，它的人数会变得比较少。那如果你不想花很多钱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语言学校里面的人数都不会到太少。对。那第三点，它的入学门槛比较低，因为基本上你就是缴了钱嘛，联络一下老师，那时间一到你就出发到日本去上课，就是它的门槛比较低，基本上不需要做任何书面的审查。那最后一点，它的打工弹性高。那如果你想要就是一边学习还有一边可以打工的话，那语言学校你就可以比如说排半天上课，上午上课，然后下午就去打工。对，那我那个时候在北海道念书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子，就是上半天课，然后打半天班这样子。那缺点的部分主要有3点，第一点就是它的学费比较贵，这点就是跟别科来比的话，真的 CP 值没有到这么的高，而且你可能只是上半天的课程哦，那它的学费就基本上跟别科一整天的课程，还要多了，而且更不用说你就是在语言学校，你都还没有就是其他大学里面该有的设施啊、资源还有师资可以去享用。那第二点就是人种群聚的一个效应，这我在北海道念书的时候有强烈的感受到，就是大家上课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起上嘛，但是下课以后可能就是比如说韩国人都跟韩国人混在一起啊，台湾人都跟台湾人混在一起啊，那欧美人可能就混在一起，然后讲英文这样子，就是我比较没有感受到大家是有一起在交流，然后当朋友的感觉。最后你认识的可能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比较多。那你跟同一个国家人在一起，你常常讲的就是母语嘛。那我就觉得少了一种环境，可以让你好好练习日语的口说。那最后一点，我觉得其实是蛮重要的，日语环境的一个不足，其实跟第二点有点相呼应啦。因为就是你无法控制说，在语言学校你的同学是什么样类型的一个人，没有人帮你做初步的一个筛选。所以我在北海道遇到的时候，很多都是比如说副公子。就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念语言学校的，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念语言学校，理由就是父母把他们送来的啊，或是他们只是想来玩的啊，然后打发时间的啊。那这些人他们上课根本就不可能很认真的去上课，可能就在后面打打闹闹啊。那老师他也不是说正式的正规的一个教授或是正式的老师，他也不太会去管，所以变成说课程上。你就真的很吃运气。你如果被分到那种很爱调皮捣蛋的那种小屁孩，同一班的话，那上课会上的还蛮痛苦的，然后跟老师反映可能也不太会去管。好的，那我今天的日本语言学校与别科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那我在日本京都留学的这一年真的是收获满满，不仅交到了世界各国的好朋友，那我也在这1年期间把自己的日语能力大幅的做一个提升。那并且我在第2个学期的时候参加了日本当地的就职活动，并且成功的拿到一家大手公司的内定。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就职历程啊，或者是生活感想的部分的话，那欢迎请继续订阅我的频道。那我未来会陆续推出有关日本职场、生活以及留学的相关影片。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拜拜。